小日本灭绝人性的731部队到底有多可怕？今天咱们来看看一个发生在建国后所发现的731地下研究所遗址，其里面的恐怖程度超乎你的想象。故事稍长，请耐心收看。事情发生在1975年江西省某小学，那一年我只有22岁，从部队受伤复员后被分配到了这里。这个学校是由一个解放前的一个日军研究所改建的。那时虽然已经开始上课了，但是还有许多地方还在建设。我顺着那个孩子指的方向，在学校的大后面找到了那个建设临时指挥部。我进门时，屋里有2个人正在激烈的争论着什么问题。我标准的敬了一个军礼，向里面打起了报告。虽然现在已经退役了，但是多年养成的习惯还是很难改变。里面的2个人见我进来，停止了争论。其中一个中年男人向我挥了挥手，让我进去。我想他就是我要找的朱校长。介绍信这种东西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东西，那时候出门办事是离不了的。朱校长接过我的介绍信，认真的看了起来。突然，他似乎对我的复员前的身份十分的感兴趣。我不知道我一个负伤大头兵能有什么帮助。原来他们是对一份建筑图纸起了疑问，想让我给帮着看看。其实我的文化程度很低，在部队时看图纸这种事根本轮不到我。但是刚到了这里，也想表现一下，就硬撑着向桌子上的那份图纸看去。那是一份很老的图纸，下面的标注都是日文，应该是日本人在建设这个地方时留下的。可在这一落日图纸的下面，还散落着很多怪异的人体实验图。朱校长说，都是和图纸等已找到的一些遗留文件。校长他们疑惑的是，图纸上标注的一块巨大的建筑群，在遗留的这个校园里根本找不到，但是看文件上说，却已经完工了。我虽然对复杂的图纸并不在行，但是跟着团长这些年耳闻目染，还是看出了问题所在。我们部队这几年经常改造这种日本人留下的建筑，这种图纸我也见过几次。很多地方绘制的方法是从右向左，与我们相反。就在这时，门外跑进来一个人，似乎是说后面的改造工地有了什么新的发现。原来是施工人员在后面的一个废弃仓库里发现了一个地洞，大家看里面黑都不敢下去。校长马上就跟着向学校后面去看。我那时刚到，也不知道自己负责什么，就一起跟着过去了。我们赶到的时候，那里已经围了好多人，都在议论底下会有些什么。我随着校长拨开了人群，朝那个地洞看去。那是一个被厚重的铁盖子封起来的地下通道入口，藏得很隐秘。工人是推开了一个巨大的铁柜子，才发现的。从洞里不停散发着一种奇怪的味道。一个铁质的树梯延伸到了下面，但是里面非常黑，听回声似乎空间还很大，大家都不敢下去。我那时年轻气盛，多年的部队生涯锻炼的胆子大，就想下去看看。说话的是学校里一个姓李的体育老师，一身的腱子肉。最后校长还是决定让那个姓李的老师下去探明情况。看着那个体育老师一点点顺着树梯越下越深，很长时间都没有触到底。过了很长时间，他终于打起了手电筒，我们才根据光线看出，这个地下室足有10几米高。他在底下照了一圈，但是似乎空间异常的大。他的手电筒光线似乎没找到边际。可是过了一会，下面突然传出了他惊恐的尖叫声。他好像在里面遇到了极其恐怖的事情。一声尖叫过后，下面突然变得鸦雀无声。那死一般的寂静让每个人都升起了不好的预感。又等了10几分钟，没得的底下的回复以后，校长突然反应过来，连忙找人去报警。而我那时开始暗自庆幸刚才下去的不是自己。大概半个小时左右，几名警察同志赶了过来，他们没有马上下去，而是先仔细问了情况，又到通道口仔细地观察了一番，最后还是决定下去看一看。不过他们经验还是挺丰富的，在下去的警察腰间绑上了一条长长的绳子，然后那个警察就带着绳索慢慢顺着树梯下去了。当时看着那个警察进到了里面去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又升起了那种不好的预感。果然没多久，
里面又传出了他的惨叫声，还伴随着2声枪响。留守在外面的我们都不敢怠慢，慌忙拽起了绳子，但是由于距离过长，把他拽出洞口还是费了好长的时间。慢慢的，我们看到他的身体出现在了洞口，可是不知道他在底下遇到了什么危险，整个人十分的惊恐，脸上也负了伤，他的脸颊像是被什么猛兽给抓伤了，血肉模糊，眼珠都快掉出来了。当我们把他的身体完全拽出洞口后，我们也都惊呆了，他吓得浑身发抖，挣扎着拼命远离洞口，他的一条右腿也是支离破碎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啃似的。被拽上来的警察精神状态十分的风暴，应该是刚才在底下遭遇到了极大的刺激，歇斯底里的向我们喊着里面的恐怖景象。他说里面有很多怪物，长得都十分的可怕，有的长了2个脑袋，有的长了很多只手，总之都是像地狱的恶鬼一样，非常的恐怖。见到活人就疯狂的扑咬，语无伦次的向我们喊了这些话以后，他终于坚持不住，昏死了过去。我们没法想象他在里面到底遇到了什么，但是这件事情当时引起的轰动很大，但是很快被封锁了消息。后来那个发现地洞的仓库也被封锁了起来，听说是被军方接管了。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，现在我别人讲起来都没人信了，他们都觉得我是年纪大了，记忆模糊了。这世上哪有什么怪物？